哪来的叛逆期？我还更年期呢，叛逆期都是家长给惯出来的。妈，儿子对不起你们。失业率这么高，社会却没乱，因为孩子被养废了。小学接送，初中补课，高中比爹高还得陪读，高考考300-400分，大学4年打游戏，毕业就抑郁，跳楼威胁成家常便饭。70后父母被榨成咸菜，不敢死，怕孩子饿死。这些巨婴拿着手机躺平，外卖付款全用爸妈手机，骂2句就拉黑。毕业几年没上过班，啃老啃得理直气壮。他们就像清朝的鸦片鬼行尸走肉般活着，成了社会的镇静剂，没空闹事，只想混吃等死。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现在有很多家长都面临着孩子不听话、离不开手机的困扰。下面的这一幕也真实的发生在不少家庭当中。一会儿让你干嘛呢？怎么不吃饭呢？我看手机呢。你怎么天天看手机？你是不是超时了？我超时管你啥事儿啊？你是我妈还是我爸？这是你管的孩子吗？你吃了我。你过来吃饭。白德雪，这就是你管的孩子啊？咋管呢？玩手机就不撒手。这个女孩沉溺于玩手机游戏，失去了理性。关键是你知道我游戏会交多少吗？我那个游戏账号的价值，你知道会交多少吗？他们赔呀！我说了把手机还我，我说只要把手机笔满游戏机给我，干什么都可以啊！你离不开游戏是吗？本来就是啊。有个网友的留言耐人寻味，给马化腾看看。引发父母和子女关系紧张的原因呢有很多。有的孩子觉得父母管教的太严，什么都要问；有的呢，则是因为孩子沉迷于玩手机，成了亲子关系紧张的导火索。有网友发视频表示，孩子14岁了，想跟朋友一起出去玩，老张呢总是想陪着去，是不是每个老父亲都这么操心？从开始吃饭讨论这个话题到现在，我有没有说过一点不尊重你的地方？你一直在质疑他，一直在质疑我选的朋友，因为我就想到会是这种你的这种反应，所以我才不敢跟你说的。不是敢与不敢，那我为什么会反对呢？大宝，咱们你就根本不让我单独出去，我要出去你干嘛？你倒跟着我。我们无非就是问你去哪玩，跟谁玩，我们去审核一下地方，审核一下人。这是一名父亲在训斥儿子。我下午一直在跟你讲啊。我叫你最好不要出去玩，你出去玩可以，4点钟出去玩，5点半回来，1个半小时。你什么时候回来的？2点多，将近9点。我3点多走掉，我走掉你就跟回走了。你搞什么了？你去玩什么了？去打篮球了。我哪怕我不要你了，我不要你几次了，某些时候就没手感了。打篮球，你是去打篮球吗？我什么叫我球场之前你在玩手机？我球场上个星期我不知道。上个星期只有6个人，全部是初三生。去了上个星期呢？上个星期我讲你哪次去不是在玩手机？啊？这个孩子中考考了400-500分，没有考上高中。孩子家长表示，视频只是拍了一点点，不是出去打篮球，不让他去，满嘴谎言，还不承认。老师被他气得给我发信息。他就过完节可以不用去上学校了，去呢也是带头挑事，还带坏其他同学，老师也是忍无可忍了。对此呢，网友们纷纷回应说，安徽中考400多，学啥了呀孩子，普通高中都上不了。有家长控诉孩子的父母说，孩子挺好的，问一句回一句，也不生气不带情绪，贪玩是天性，我家的只要我们语气不好，问多少遍都不吭声，真是要被气到跳脚。那么也有网友表示呢，说实话，叔叔还能跟他这么讲道理，坐在那儿谈心，算是很对得起他了。中国大部分家长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初中确实有叛逆期，我也从那个时候过来过的。你越是这样讲，他越是反感，但是又不能不管，就是很矛盾。反正时间到了，他会理解你的苦心。学习或许不是唯一的出路，但确实是算是比较轻松的出路。现在学历贬值也有点严重，如果呢实在是学不进去，真的可以让他选择一门技术之类的，还是尽量选择平时多谈心，不要这么凶他，越凶越反感，
渐渐长大了，他也会渐渐明白的。出了社会，就会慢慢理解你们了。现在孩子怎么会公然反抗父母呢？主要是很多孩子从小就开始刷手机、看电视、玩电脑，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很多三观不正的观念。而这些呢，正是中共几十年来潜移默化灌输给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讲究与人为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但中国无论是在古装剧还是现代剧以及各类游戏中宣扬的都是人定胜天，要做所谓的强者，要争争斗斗，取得自己想要的。俗话说呢，不养儿女不知父母恩，当父母的有自己的难处。天上所有家长都不想强迫孩子去听话，不想当他们眼里的坏人，但任由年少轻狂的他们随意撞，一旦走了弯路，我们又成了真正的坏人。一名妈妈面对14岁的女儿，除了伤心，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了。一名妈妈写道：“女儿，你这2年叛逆期，你让你老妈好无奈呀！一次一次的失望，又一次一次的崩溃，不停地给你老妈带来惊吓和难题。面对你，我已经用尽了我所有的温柔和能力，对你我们是百依百顺，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体谅一下做父母的苦心呢？”这说出了多少家长们的无奈。对于十分困扰家长们的叛逆期，以及孩子动不动就要想辍学，有老师在课堂上和学生们说出了社会的残酷现实。你试试看，脱下你们身上这身校服，你真的走出去，你看看社会上的这些人，哪一个会惯着你？老板会惯着你，还是同事会惯着你，还是客户会惯着你？吹着空调，读着书，到点了有人管你饭。你真到社会上以后，你一天3顿饭，你要自己不赚钱你都吃不上，你的房租水电样样都得花钱。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初中毕业你能干啥？你说我去跑滴滴送外卖，大夏天你看看外面热不热，一单外卖挣3块钱，你真挣过那个钱的时候，你就知道坐在这上学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有网友表示，叛逆期真的是父母给惯出来的。我姐姐孩子就是要什么给什么，让我们80后重新读书吧，我们一定认认真真的。听进去都是过来人，出社会就知道生活的苦。说这些话的网友都是进入社会知道生活艰辛的人，而上面这些表现叛逆的孩子们，也大都是家境条件比较好的，父母尽可能的给予他们优质的生活，但孩子们却缺乏对父母亲最起码的尊重与感恩，而这也是在中共治下娱乐至死的氛围中所缺少的。有网友发视频表示，一名16岁的女孩子衣衫褴褛的在街头翻找垃圾桶，视频字幕显示16岁孩子这样，我看到那一刻瞬间直接破防。16岁正是上学的年纪，但这个女孩想的是要怎么才能够活下去。父母对孩子的付出背后是巨大的代价。有网友拍到一位环卫阿姨与她同龄的老人领着退休金，而她只能一脸羡慕地看着他们悠闲地跳着广场舞。在中年人真是太难了，70、80、90真的是太难了。有些孩子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父母每天就在那个炎炎的烈日下，生命就捆绑在一根绳子上。网友回应说，真的是太难了，太扎心了。在中共统治下，大陆人都是在用力的活着。正如刀郎的歌曲中所唱的，我真怕自己哪天倒下，谁撑这个家？我真怕自己老了病了，没人会牵挂。我真怕自己拼命赚钱，养不起全家。在广州街头，很多50多岁大叔大妈都在找工作。这些原本在家养老的年纪，却要站在街口抢一份几10块的活。我得到的答案都是生活太难了，只要有活，干啥都行。一名讨窃心的大妈抱住老板大腿不放。你们其他人要是
再帮他，你们也一样。他们是谁的父母？他们又在为哪个孩子挣学费、挣生活费？即使孩子给供出来了，依然面对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2025年最大的笑话出炉了。什么笑话？说你快供不起你孩子上班了。上班不是挣钱吗？对啊，本来你寻思着这孩子大学毕业了啊，工作了，终于自己有收入了啊，那我也算熬出头了呀，那我也可等着享福了。你是万万没想到啊，毕业了，人上大城市工作去了啊，你每个月得给他拿3000了，这相不相当于他父母拿着钱在花钱供他上班？而孩子们走上社会，面对高失业率，不得不放下身段跑外卖，却仍遭受着生活的铁拳。有贵州网友拍下一幕，显示外卖员取餐回来，发现电动车被交警拖到拖车上。网友表示，从小哥无奈孤单的背影中感到深深的绝望。那也有人认为呢，这张照片应该获得普利策摄影大奖，这是对中共无声的讽刺，也是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有不少孩子面对学习的巨大压力，想辍学，但是这名年仅19岁的外卖小哥，从14岁就辍学在外打工。他凌晨3点还顶着39度的高烧在外面跑外卖。我早知道我就听你们的，我好好上学，好好读书。我真的好后悔，恨不得当初为什么没有好好读书，为什么自己现在没有知识，没有文化，让自己选择这条路的。就算今天我是趴着还是跪着，我也要把它走完。2025年9月16号，四川省成都市电闪雷鸣，天降暴雨，街道成河。有网友发布视频指出，成都的牛马们，雨是要下的，河是要淌的，班是要上的。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